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漂不然有果论坛，我是飘哥。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是不是你们记忆中的他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曼德拉效应。菲奥娜·布梅 （Fiona Bromey）， 曼德拉效应最早的提出者。他是美国一名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作者。他在一天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他记得呀，曼德拉总统早在1980年或者197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死在狱中了，并且在脑海里浮现出了当时曼德拉死的电视报道、葬礼，以及人们去悼念他，以及因他而产生的街头暴乱、街头暴力，很多人在监狱的外面进行示威游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曼德拉非但没有死，而且在后来还当上了南非的总统。他看着手里的报纸，上面写着曼德拉90多岁的时候仍然在世，他感到非常的惊奇。于是在2009年，菲奥娜就创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呢，就用来记录一些历史和现实不符的现象，其中就有曼德拉效应。但是呢，令菲奥娜没有想到的是，当他把曼德拉的这个帖子放到了他的网站上之后，得到了大批网友的回复，而且还有特别多的有趣的故事，类似的记忆错乱，说的呀一个比一个逼真。随后呢，这种事情啊就在网友之间传开了，久而久之，这种现象就被命名为曼德拉效应。其实飘哥本人深有体会，在2013年12月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有人跟我说曼德拉去世了。我当时飘哥毫不夸张的讲，看着跟我说话那个人一脸懵逼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说有啥奇怪的？曼德拉早他妈20年前、30年前就去世了，你跟我提这个干什么？结果飘哥没有敢表现出来飘哥的无知，随声附和了一下，然后的话呢，就到网上去查，一查曼德拉是在那个人跟我谈话的时候2013年的12月5日去世的，而那个人跟我谈话也就是在2013年12月6号左右。当时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撼。而后或者说当今天咱们和亲爱的 YouTube 们、BT 们谈起来关于这个曼德拉效应的时候，又引起了飘哥的回忆。真真切切的曼德拉效应就出现在飘哥的身上，或者说飘哥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而且不止一次。曼德拉效应是什么呢？具体来讲，曼德拉效应就是指的你的脑海中的记忆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偏移，记忆被篡改，甚至有的时候是集体篡改。那么呢，是真实的篡改还是记忆被篡改，这都属于是曼德拉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就是说，真实的事物被篡改了，或者说啥呢？人们的记忆单单的被篡改了，而事物本身还是存在的。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可能飘哥一说这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迪士尼乐园里面的那个米老鼠。大家知道米老鼠是穿着这个背带裤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摆，非常有喜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但是呢，他穿的是背带裤吗？大家想一想，一扯背带裤啊，巴拉巴拉巴拉，不是背带裤，其实他穿的是一个短裤，这就是一种记忆错觉。再比如说罗丹的著名的雕塑《思考者》，是吧？大家在脑海里边一想到思考者全是这个状态，对吧？手拄着额头思考。然而这个记忆是错误的，为什么呢？这个是沉思状态没有错，但它拖着的不是额头，它拖着的是下巴。我记得是额头。对，很多人记忆中的是额头。对呀。
对，那思考者非常著名的雕塑是吧？然后呢，在那坐着，然后拖着个头在那思考。但是这就是一种集体错误的扭曲，但是呢，不是100%的，不是100%的，是有些人他这会就这里就产生了什么呢？人和人之间犟起来了，为什么叫犟起来了，对吧？东南亚的朋友能听明白飘哥说什么叫犟吗？什么叫拔将眼了吗？这都是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地方方言。有时间飘哥慢慢跟你讲这是来历 ，OK？ 其实就是东北土话。对，OK， 网络网探小齐给我们直接揭穿了，好吧？就是东北土话。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人和人犟起来就是因为这个，为什么呢？你的记忆和他的记忆是不一样的。对呀，对，肯定就会呀。然而的话呢，和你有相同记忆的人是一群人，不是你自己，你甚至会拉一个同伙，对吧？我就拉过同伙呀。拉过同伙是吧？对呀，我小的时候吧，然后呢，那时候上小学，我们走路的路上呢有很多的小饭店，然后有一天呢，我突然看着一家饭店，他突然间开始呢卖豆腐脑了。我说这饭店什么时候开始卖豆腐脑了？原来都是卖牛肉面的呀。然后我们同学说从来都是卖豆腐脑的。我说不对，它原来就是卖豆腐脑的，而且它的牌子都是蓝色的，上面卖牛肉面的。原来它牌子上面都写着牛肉面。这时候我们小伙伴就分成了两波，一波人就说，对，就是卖牛肉面的。OK。另外一波就是卖豆腐脑的。OK。我们一群小孩子在街上吵翻天了，眼泪巴嚓，狂喊狂叫，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还背个小时候的那个小册子。这个时候要是有家长来说什么那个卖豆腐脑的，就是卖牛肉面的，怎么没有？路边的人就看着我们笑，看着我们的笑，然后可能好像我记得他们之间也发生了争执，但是我就记忆犹新。我到现在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卖牛肉面的。我现在仍然认为，这就是一种曼德拉效应。说知道了，是曼德拉效应。对，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你明明第一次到达某个地方，那么呢，或者是第一次做某件事情，你却会异常的熟悉，感觉到这个事情曾经经历过，或者是梦到过。这个也有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现象。我也有过。对，都有过。而以上的这个种种现象呢，我们就称之为曼德拉效应。最开始提出此问题的菲奥纳，他是一个超自然研究者，而他认为什么呢？曼德拉效应很可能不是什么错误的记忆，而是什么呢？而是涉及到了平行宇宙。菲奥纳是一个非常相信平行宇宙的人，他是因为，我想这个是因为他研究多年的超自然现象而造成的。在之前呢，我们也有提到过，在海奥华的咱们那个讲解当中，在同一个世界上呢，有9个不同的你，而9个不同的你的话呢，它们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空间维度，而不同的事物在不同的空间就会展现出来不同的发展。你比如说你刚说的牛肉面呀，比如说这个刚才人们说在梦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啊，这可能就是在不同的平行宇宙9个不同的你在这个平行宇宙中曾经在这个平行宇宙是如此的。比如长了一棵树，比如说在某个地方有一棵树，是吧？那么呢，在我们这个3维或者在我们这个空间维度当中，那个地方没有树。对呀。或者在另外一个空间维度，你说那个牛肉面馆就是卖豆腐脑，它就是豆腐脑馆。那说明我是对的，只不过就是我穿越了，别人没穿越。哎呀，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呢，这种平行宇宙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其实有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那么说什么？就是这种曼德拉效应的起因啊，有可能就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咱们曾经原来提到过的，或者是什么呢？核爆。由于这种大型的那个电子对撞机在他们做实验的时候，或者是在核爆的时候产生的巨大的能量，而使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扭曲和弯曲。对，而也有可能就在那一瞬间的时候，空间时间的扭曲造成了平行宇宙的这个信息产生了瞬间的泄露。对，而这种瞬间的泄露的话呢，可能造成什么呢？集体的或者在很大一部分的记忆上的影响。对，这是有可能。另一种解释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记忆有可能被篡改过，
而这种篡改的话呢，不是因为核爆，也不是因为电子对撞机，而是因为程序上的篡改。大家知道玛雅预言，玛雅预言曾经预言过2012年的12月21日是人类或者是地球遭到灭顶之灾，人类文明重生，从此现在的文明消失。玛雅预言一直是非常准确的，然而这一次却失利了。为什么呢？这次的话呢，人类并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是得到了壮大，科学得到了发展。而这个的原因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修改了人类的密码，或者修改了人类发展的密码。这种密码被修改之后，使人类的文明再一次得到了延续，而使玛雅预言失效。而这种修改的程序就是造成了，要么人的记忆是错误的，要么过去的事物是错误的，或者说什么呢？过去的事物真正的被改变了。比如说思考者，可能原来他就是顶着额头的，然而的话呢，把它由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它改成支着下巴了。然而人们的话呢，由于程序的修改，逐步的人们就认为是在支着下巴，其实在若干年前有可能他就真的是支着额头的。这种要么是过去的事物真正的被修改，要么是人的记忆确实被修改，而这种修改的话呢，就造成了整个的很多人的记忆的混乱、错乱，甚至于产生了真正的一种就是认识上的一种错觉。而最令大家所能接受的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叫做既视感。而既视感的话呢，是非常出名的，是在法语当中叫做 déjà vu， 英语也叫 déjà vu， 中文叫既视感，翻译过来叫既视感。也就是什么呢？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种事物发生过，或者在梦中的话呢见到过，但是呢，在你的身上的话呢，当你再一次发生的时候，当你经历某一种事情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我曾经经历过这个，我在梦中经历过这个，对吧？对，这就是déjà vu。那么呢，对于déjà vu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我们将来有时间单开一国，好吧？然而呢，对于有些专家来讲，对于déjà vu的现象，对于曼德拉效应的现象，他们认为不是的，就不是一种外在力量，而是什么呢？而是大脑在解读某些事情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一种臆想。比如说某一天见到一个人在空中飞，他飞来飞去的，在你眼前飞过，在窗前飞过等等。那么呢，你看到了，你确实亲眼看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告诉你什么呢？这不是真实的，这有悖于常理。那么呢，就告诉你自己去修改，因为这不是真实的，这有悖于常理。那么呢，通过几次的修改之后，你的大脑就会形成一种印象，最后的话呢，告诉你什么呢？刚才人飞过去那个是个幻觉。而刚才所说的话呢，大脑强迫的你去承认那是一种幻觉，其实就是自己骗了自己，而自己的话呢并不知道。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催眠术。催眠术的话呢，就是啥呢？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给你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那么这种心理上的暗示的话呢，让你逐步的去感觉到，它给你创造了一个氛围。其实这个很多的催眠术来讲的话呢，就是改变你大脑的这种记忆，或者啥呢，让你的记忆产生扭曲。而且有人的话呢，也针对着现实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是有一个叫做 Jam 的人。那么呢，经过这个商讨之后的话呢，身边的人决定叫他 Bob。那么呢，时间是1个月。刚开始的时候呢 ，Jam 非常的不适应。那么呢，10天之后的话呢，他可能就不再反应了。20天之后的话呢，欣然接受了。30天之后的话呢，他走在路上，有人喊他 Jam， 他没有反应。那么呢，有人叫他 Bob， 他马上回头。其实这就是一种已经忘却的记忆忘却的那种现象，对吧？对，他就适应了，他的记忆被扭曲了，他已经忘记了他自己叫 Bob， 忘记自己叫 Jam， 他就叫 Bob。其实这是一种扭曲的，是记忆扭曲的一种现象。所以曼德拉效应呢，会不会就是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受到了某种事物的干扰，比如说别人的讲述等等，或者是一种震动，或者是一种核变等等，从而的话呢，使记忆造成一种扭曲，而结果呢，
就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曼德拉效应啊，应该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谜团，确实是个谜团，是人们探索记忆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是一个神秘的现象之一。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这种曼德拉效应的时候，其实也给生活增添了很多的笑料，对吧？增添了很多的乐趣，总是有一种亲近感，同时的话呢，又有一种神秘感。可能这和人的天性有一定的关系，而人的天性和集体意识或者是集体意识扭曲又是如何形成的？不知道，科学也不知道。当人们揭开曼德拉效应的谜团的时候啊，可能对人们的大脑啊、对记忆的程序啊等等，解开了冰山的一角。探索是深奥和无止境的。是谁偷了我们的记忆？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是谁偷了我的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OK，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的话呢，就点击订阅，点击 like。那么呢，我也想听到你的曼德拉效应。曼德拉效应在你身上是如何发现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孤独看飘歌。不要离开，彩蛋更加精彩。Peace out。那么呢，这种修改程序，而这种那个修改程序，就是把我们的记忆，或者是甚至是可能他修改的是过去的一些，把过去的一些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事实确实发生了。这两种效应牛肉面馆就是卖牛肉面的，然后呢，在程序被修改了以后，它变成卖豆腐脑的。那说明就是这样。就像猪也会飞的，猪真的会飞了，真的飞了之后，你会告诉你自己，我去，那是一种幻觉。猪不会啊，猪是绝对不会飞的。那么呢，这个呢，其实猪是飞了，猪确实飞了，这就是一种那个记忆错觉，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曼德拉效应。你这说的有点吓人。OK。